天天向上提醒您本期看点。欢迎来到2022全新的天天向上全新环节上线，想告诉大家怎样用自己的想象力点亮属于自己的星空的青春畅想2022。天天向上来欢聚，我们都自认为是我们这个男高音领域里边这个肺活量都还可以。没有，你应该是你自认为吧？是你自认为吧？口气一般都比较大。3位男高音 PK 肺活量，我们干货儿揭晓。嗓子的天生条件还是要好，这个时候我就要用3个字儿：哎呦喂，哎呦喂，打哈欠，打一半保持住。哎呀，你这个困了，2宿没睡的感觉。人间有真情，人间有真爱。好漂亮啊，太美了。 3位丈夫好像都配不上自己的太太。魏团长还是国内阿卡贝拉领域的开拓者啊，在90年代的时候成立过一支最早的中国的阿卡贝拉，我就想把这个京剧融到咱们阿卡贝拉里呢，也是为了畅想我们自己的中国的故事。我叫全胜，我是乐团的创始人。全胜团长有2大挚爱，一个是马头琴，还有一个就是自己的主唱。爱情绝对是动力的源泉。一见钟情。哎，我爆个料吧，这个是我们节奏部落的。我多难看，你绝对是这种。飞跃彩虹民族童声合唱团就是致力于保护和传承中国的多民族文化。圆圆，你会啥？他那个保持那个笑容的状态没有变过。我会提笑肌。今晚唱响青春的旋律。让我们掌声有请天天向上主持人汪涵。欢迎大家来到由龙木壮骨颗粒独家冠名播出的《天天向上》，孩子不爱吃饭不长个，用龙木壮骨颗粒。欢迎大家收看2022年全新的《天天向上》。欢迎各位，也欢迎我们全新的好好学习团，欢迎4位，谢谢。Hello， 大家好，小杨值得表扬，我是谢新阳。Hello， 大家好，我是赵小棠。Hello， 大家好，我是董佳宁。Hello， 大家好，我是吴泽林。往后呢，我们每期节目呢都会有好好学习团加入，跟我们一起来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然后我们来看一看，每个人好像都带了这个暖房小礼。我们从这个小杨开始。好的，我准备的是一个柿子的茶壶。事事如意。对，事事如意，好事成双，心想事成。而且里头茶叶呢，就跟韩哥给我们感觉一样，清远淡泊。喝茶挺好的。
我准备的是一个手写的百家福，希望我们天天向上，越来越有福气，越来越好。谢谢，都是福气啊。我是一个自己手工 DIY 的一个水果篮儿，然后里面有草莓、橙子、苹果，然后祝大家和和美美，心想事成，花开富贵，天天向上。哇，大集合！我准备的那个我准备的是一幅我自己手绘的，然后看得出来是我们天天向上的这个标志嘛。然后给韩哥设计的服装呢，也是比较潮流的服装，因为韩哥每次在我们这个天天向上都是穿的不够潮，不是，都是穿的西装，背后然后这里面还拿了个滑板。对，拿了滑板还戴着耳机呢。这上面的这个每个小饰品呢，是我第一次从天天向上舞台一直到现在为止每一期的素材。很有心啊，泽林，谢谢你们。2022年除了有最全新的舞美呢，那我们还有全新的环节要上线了。我们要上新一个全新的板块，叫做改变未来的5分钟。习近平总书记就说啊，广大青年就是中国的未来，所以我们每期节目开篇呢，都会邀请一位中国的励志新青年来进行主题演讲，然后用自己独特的见解和一些特殊的经历来影响更多的现场还有电视机前的年轻的朋友，打造全新的新青年的思潮气候带。那我们就掌声有请今天的改变未来演讲人董舒畅。大家好，我叫董舒畅，今年23岁，很开心成为天天向上2022年全新板块改变未来的5分钟的首位嘉宾。我想先请跟我同为98年的吴泽林猜一下，我是做什么的？我刚刚看您的这个身手非常的矫健啊，好像有点像那种外卖小哥。外卖小哥，因为他们送外卖的那种身手都非常厉害，我还见过爬墙的，很快是吧？对。其实呢，我是一位星空摄影师，来自星星的故乡宁夏。刚刚在2021年世界顶级天文摄影赛事格林威治皇家天文台举办的年度天文摄影师大赛上，我获得了全球总冠军和年度天文摄影师的称号。这张照片就是我本次大赛的获奖作品 The Golden Ring， 中文名金指环。它是我在西藏阿里地区拍摄的日环食照片。拍摄它时，我接触摄影的时间只有3年，但它能从4500多张参赛作品中脱颖而出。大家可能会觉得奇怪，好看的作品那么多，为什么获奖的是我呢？今天我想试着回答一下这个问题，我是怎样用想象力点亮属于自己的星空的。在启程前，我的脑海中就有了这样一幅画面：人类的手指一抬，仿佛就可以伸向天空，戴上这枚金指环。可能正是这种独特的想象力，才让接触摄影3年的我，有幸获得了总冠军。接下来的这句话说出来可能有些凡尔赛，其实我最满意的作品并不是 The Golden Ring， 而永远是下一张。就比如说这张拍摄于 The Golden Ring 之后的一臂之遥。在我接触星空摄影后，我的脑海中就有一幅这样的画面：一个人站在沙丘上，头顶的星光硕大又模糊，闪亮又柔和。他茫茫然立于天地之间，在自己的家园上眺望星河，就仿佛人与宇宙在对话一样。你们听说过仙女座星系吗？
它距离地球约254万光年。与我同行的小姐姐爬上了高大的沙丘，仿佛一伸手就可以抓到254万光年之外的仙女星系。天上的仙女和人间的少女，仿佛只有一臂之遥。果然，最后的效果很好，大家对这张照片都非常的感兴趣，都来问我，照片里的女生是谁呀？她跟你有什么关系呢？自从我成为一名星空摄影师之后，我常常在想，除了拍摄星空，我还能为星空做些什么呢？我想让更多的人关注到星空的变化，意识到环保对于保护星空的重要性。去年5月，我和一位研究喜马拉雅的摄影师马春林策划了一场徒步摄影。我们了解到100年前，乔治·马洛里和他的探险队曾经到过那里，对着珠穆朗玛峰拍下了一张黑白照片。在大部分人眼里，珠穆朗玛峰就在那里，似乎没有什么变化。但我想知道，100年后它究竟发生了哪些改变？我想请问一下全团唯一的女生赵小棠，那这张照片你看到有什么区别了吗？我看看啊，冰川越来越小了，对吗？我们可以看到，在卡达冰川的末端有一个湖，这个湖就叫卡达措。我们可以看到，卡达措这个湖是凭空出现的，湖中映出了雪山的倒影，洁白、冷峻、纹丝不动，很美。但我又觉得很遗憾，那仿佛是100年前冰川们的尸体。后来很荣幸的，这张照片登上了中国国家地理12月刊的杂志的封面，也上了一次热搜，让更多的人关注到了这件事，也算是为这次旅程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有时候我会想，星空摄影的意义到底是什么？或许是将景色与人文结合，用独特的想象力讲述一段横亘100年的故事，这就是我们摄影师所能做的。人的眼睛就是那么的神奇，睁开能够看到稀世美景，闭上又能够想象出无限的可能。正如我所喜爱的跑酷大神 Tim Schaff 说过的那样，想象力就是一切。我要成为最会拍星空的摄影师，在全世界最迷人的地方拍到星星的真面目。我就是猎星人董舒畅，谢谢大家。想陪你翻山越岭，想陪你追着日落看星星，永远不落幕的电影结束着。很酷很酷啊！听了这个5分钟，大家有没有什么启发，或者有什么特别想问的？啊，那位穿红色衣服的男孩子，小董老师，我想问一下，就是我本人也是非常热爱那个星空摄影的，但是呢，因为还在上学嘛，经费也是有限的，所以我想问一下，怎样才能在有限的经费下拍出好的星空作品？那其实这个就很简单，就我们平时的相机、手机也可以完成这类题材的拍摄。如果实在就是说没有设备，啊，也可以找个时间去到这种完全没有光污染的地方，去感受一下星光的洗礼，那你肯定会成为星空最忠实的追随者。好的，谢谢小董老师。在这里向你推荐一下我们浏阳小荷香啊。我也是浏阳的。对，你是浏阳的？浏阳人。浏阳的呢？浏阳最近呢？大窑那边的。哦，大窑。对，大窑。哦，我给我们这个小董啊推荐一下，我们湖南浏阳有这么一个地方叫小荷香，那个地方是徽区，这非常非常难得的，光污染极低。如果你有时间的话，我们推荐你到那个地方，也可以在乡村拍到最美的星空。我们小荷的口号是到小荷看银河。哎，可以，对，好地方，好地方，下次我们就好好的推荐。下次去拍。还有没有人有问题？我们再来。Hello， 小董老师你好，就是我想问一下，关于摄影的类型有这么多，为什么你会选择星空摄影这一类主题呢？其实是这样的，就是我小的时候呢，
就对天文比较感兴趣。但是因为那个时候也在城市里面，也没有亲眼去看过星空。就一次偶然的机会看到一本书啊，这个叫《星空摄影笔记》，里面讲了这个星空摄影的拍摄方法，还有一些很多特别精彩的照片。就我当时看到之后，就仿佛小时候的记忆就被唤醒了，就决定要不然去试一试。拍了几张之后，我觉得哇，确实不错，我就喜欢上了。就后面慢慢就一直在拍星空了。谢谢。对。其实我特别记得丰子恺先生曾经有过这样的一句话，他说他关注的只有4件事情：天上的信仰和星辰，地下的艺术和孩子。因为在老先生心目当中，他觉得这4样东西是天底下最纯净的、最至善至美的。其实星空一直都摆在那个地方，人类你关注它，你就会能够感觉到它最美的一个状态。所以所有的年轻的朋友都可以本着自己那一颗对未来向往的心，去面对它，去改变它。那么谢谢我们的这个舒畅，感谢你的精彩演讲，谢谢，谢谢。点亮星空的过程一定来自不易，艰难险阻都可以被忽略不计。当你发挥你最大的想象力，整个宇宙都能为你提供创意。这创意谱写了美好篇章，艺术碰撞超出了你的想象。歌颂大美中国，唱出中国故事，更多精美作品即将横空出世。天天向上能陪你美好度日，纯粹快乐永远的无法复制，真实感受全部都是独一无二，就用你的青春唱响2022。帅啊子霖啊，帅气！但是你不要忘记哦，我们这是一个常规的52期，你也要有52段呢。子霖下来以后，发际线就大量往后移了。每天在苦于创作。对，欢迎大家来到2022年天天向上青春畅想的现场，让我们一起用拼搏奋斗的姿态来畅想新年啊！新年新气象，当然我们无比的期待在节目当中，新的一年能够用高质量的节目迎来高口碑、高收视。为此呢，我们迎来了3位新生代的男高音歌唱家，我们有请唱响大来宾张英喜、薛浩莹、韩鹏。这有点像跨年演唱会最后一个节目了。我刚刚就说，3位先跟电视机前还有现场的各位年轻的朋友打个招呼吧。大家好，新年好，我是来自中国广播艺术团的男高音薛浩银。大家好，我是中国歌剧舞院的男高音张英喜。我是武志禅的。哎呀呀呀！哦，一个单位的，一个单位。老师好，我走去中国歌剧舞剧正鼓。嗨，走去那儿正鼓。大家新年好，我是来自上海歌剧院的男高音韩鹏。特别想听一下3位男高音用这个美声来唱一下我们《天天向上》的主题歌啊！我们天天向上，不慌不忙，天天向上，来日方长。一起不离不弃，大声唱。
哇，中气十足哎！感觉比以前那个好听一些，而且在现场，老师唱那个哦的时候，我感觉在我的颅内回响那个声音。对，要知道呢，男高音在世界范围内其实都是属于很稀缺的。我特别想问一下，当年是怎么被发掘的？还记得自己第一次登台的时候那种感觉吗？我是说的以男高音的这样的一个身份。我其实当年还是比较偶然。最早的时候是在小学的时候，由于过分的捣乱，老师呢觉得这个孩子有点需要转移一下注意力，所以说建议家长能不能学个东西。当时正好有艺校老师来，我先学的是琵琶。哦，学琵琶。对，后来到了中国音乐学院附中之后，有一门必修课叫民歌课，必须要修的。所以说在民歌课上唱，突然发现，哎，好像别人唱不上去的时候，我好像还能顶上去一下。哦，所以说发现自己可能是有这方面的天赋。后来听到了一本专辑，是美国著名歌手叫 Michael Bolton 的 My Secret Passion， 唱的全是歌剧咏叹调，把我震到。完了以后产生极大的兴趣，之后毅然决然唱的歌剧。你看还是有一些这个姻缘的啊，在小的时候。后来在学校的星期音乐会非常紧张，唱的歌也很小，都是民歌，在那遥远的地方。那现在这样，在那遥远的地方，我们现在来。好的。在那遥远的地方，有位好姑娘，人们走过了她的毡房，都要回头留恋的张望。疙瘩了，好听啊，好听啊，好听好听。你们这些孩子都来得及半路出家啊！赶紧回去以后自己在阳台上面或者哪儿呢，把门一关，今天晚上就开始练起来。练起来。我学声乐的主要原因，当时是因为刘德华，因为那个时候喜欢刘德华，每次趴在电视上就看刘德华的颤音，然后才开始学了唱歌。后来从事了专业以后，发现自己声带适合唱歌剧，这样一点点的就进入了这个行业。初中的时候，在我们家乡电视台，我是青岛人，唱的《忘情水》，唱的就是刘德华的歌，还是刘德华的歌。来，再回味一下《忘情水》，刘德华。一席，你这普通话太标准了。华仔的普通话哪有你这么好啊？华仔是曾经年少爱追梦，一心只想往前飞。是他那个普通话，他是往前，是吧？港普。对，港普。好，接下来。我是半路出家，因为我从小是练体育的，我是一个标枪选手。看这体格，嚯！你看这体格。对，因为我18岁之前一直在练体育，然后有一次非常偶然的机会，有一个晚会，要从这个不是音乐生的学生里边选一个人来唱，我就报名参加了，我就模仿这个杨洪基老师唱了一首《滚滚长江东逝水》。滚滚长江东逝水的时候啊，拿话筒像拿标枪一样的。我唱完的那一刻太激动了。送给大家。然后后来就音乐老师和体育老师两边就开始抢人了。哎呦，哎呀，韩哥也说明他条件好，《滚滚长江东逝水》是男中低音的歌，对，但是他后来变成男高音，说明他的声带能力强，音域特别宽，特别宽。对，后来因为老师说我可以唱男中音，也可以唱男高音，老师说男高音可能将来挣钱多一点，实在，所以我就毅然决然的学男高音了。好，接下来滚滚长江都是水，滚滚长江东逝水，让
几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这个低音低下去不容易。然后3位就是模仿这个世界3大男高音啊，也是相当棒。那接下来在台上感受一下3大男高音的那种演唱的那种感受，好不好？今天是有耳福了，今天有耳福了。那我就是先模仿一下 Luciano Pavarotti。这个先讲一下这个 Pavarotti 的这个特点。首先呢，第一个特点呢就是胖。好像你不用，你就站着就可以。我很像，模仿的很像。对。还有呢，他的一个特点就是永远是一张孩子般的笑脸。对。还有非常重要的最后一点，手绢一定要有手绢。哎呀，太到位了呀！Questa quella per me pari sono agguantate di torno, d'intorno mi vedo, del mio cuore l'impegno non c'era, meglio ad una che ad altra beltà, la costoro Venezia quantono, di che vado via la vita, oggi questa mi torna gardita, forse un'altra, come lo sarà un'altra, forse un'altra, come lo sarà. Bravo! Bravo! 上头了吧？上头了。好，接下来英熙好像是 Domingo 先生的这个学生。对，原来在美国留学的时候参加他的培训计划。Domingo 大师呢，他有一个特别经典的动作是唱完之后，所以可能我模仿他呢，主要是看我结束之后的感觉。啊。Porque no sai finire, porque no sai cariare, porque no sai vivere. Bravo！ 在这儿，在这儿，在这儿。哦，在这儿呢，在这儿呢，在后面，在这儿呢，激情澎湃，激情澎湃，没错。来，安鹏，那个他们都已经模仿完了那2个了，我只能是 Rose Carreras。因为卡雷拉斯后来患了病以后，他再回到舞台的时候，他是以对生命重新的一种理解和认知，再去处理舞台上的每一次表演，是非常非常棒的，就是深入人心，就是这个声音已经全打入到我们内心当中来，好听吧？所以说你看这么高雅的音乐，不是年轻人不喜欢听，你们喜不喜欢听？喜欢。我想这就是3位来到我们今天这个舞台上最大的收获，就是这么多00后的年轻人，他们也愿意，而且发自内心的喜欢歌剧，喜欢这样的一些美声唱法。就是你现在看到的其实是3个人，其实不是，他们是3件非常非常完美的乐器。对，常哥，您正好说到这儿，我特别想问一句，如果想进入这个行业的话，有哪些必备的条件吗？首先就是嗓子的天生条件还是要好，这是父母给的。对，这个底子摆在这儿了，你在这个基础之上再往上拔是 OK 的。是因为平时呢，我们在剧院、在歌剧院演唱的时候是不会用麦克风的，是，所以说我们音箱要稍微的大一些，宽厚一些，鼓皮要大一点，是吧？男高音领域里边有一句话叫做
脑袋大脖子粗，不是男高音就是伙夫。还有这一说啊，你的身体必须要好，所以像我们平时都像半个运动员一样，从来不敢停下来有氧活动，因为我们需要很强的这个体力的支持，包括这个气息，包括肺活量是要有很高的要求的。我们都自认为是我们这个男高音领域里边这个肺活量都还可以的。没有，应该是你自认为吧？哎呀，对，哎呀，上海来的歌唱家口气一般都比较大，海派嘛，海派嘛，哦，侬老来这个啊，哎呀，可以，那就一起来看谁能坚持到最后，最后一个上救护车，好吧？大家这一下来着了啊！3位男高音 PK 肺活量，太默契了，韩哥，我真的没想到，因为小时候就是我爸爸给我听这首歌，然后我真的当时就是听不太懂，但是就在现场一听，真的很震撼，不一样的感觉。是不是头皮发炸？对的，浑身鸡皮疙瘩悬起来哇！今天我们这个好好学习团呢，各位也都特别想跟老师们来学一下啊，看看他们有没有这个唱美声的这个潜质。我看看他们那个平常的发声怎么样？就看外形，反正都已经瘦了，咱听听声音。这样你们就最简单，每人发一个啊，长音啊，随便高低都没关系。啊，你嗓子还有点哑那个。太好了，今儿说话有点多。韩哥，这个可以放弃了，好，放弃。好好跳舞，好好跳舞。啊，有人做核酸来了，还可以吗？他还可以，还行。哦，还可以，这可以，音质不一样了。我要对得起我的台词老师。上边有一个小疙瘩的感觉，是吧？我是不是得去检查一下？有个青春痘在上面。小齐，你啊一个。中气很足，有嗓子是吧？有嗓子。还有共鸣，他这个声音里面，对，它有点小金属音在这个里面啊，这可以，弹个哨子。其实每个人去医院里检查一下，每个人唱什么声部啊，其实是天生的，不是说你想唱什么声部就可以唱的。对，到五官科医院拿喉镜往里一伸，医生直接就在你的诊断报告上写上男高音。真的吗？而且要在变声之后才能确定，变声之前也没有用。练很多，完一变声，哇，没了。这个都是天生注定的，就京剧行里面就倒仓了嘛。没错，没错。小的时候唱很棒，一变声没了。就是听了一下，觉得哪个声部都是偏中声部一点，我觉得。但有一位可能会那个对这个小吴，你过来，完了我们3个，我们老中医给他一点招，来点招。一会儿出门挂个专家号，这边专家会诊。那我先来吧，我先抛砖引玉一下，好吧？因为我们这个唱美声的，大家都知道这个腔体打得比较开，共鸣比较大。但是有一个比较简单的方法，我们在唱的时候，其实是在打哈欠的时候唱。打哈欠，但是打哈欠保持住那个不要动这个状态，然后在里边唱个不能打完，不能打完，打一半，不能结束，要保持住唱。再来一个，眼泪已经要出来了，像个核酸检测。保持住。
哦，对了，就是这个，来来，快试一试。哦，好一些了，好一些。哎，这个就有一点打哈欠打到一半，再来一次。哎，你这把先把脱臼再来一次，这个就闷下去了。这个就他的声音里边就有那个共振的那个感觉了。哦，这个就是很容易能够做到改变。好，我找到了啊。像韩老师说的是一个让你入门的第一下，因为我们所有声乐老师都会讲，然后还会说到一个叫搬钢琴。搬钢琴。不，就是声乐呀，因为它不用麦克风嘛，需要音量，你单靠这儿一会儿就累了。所以我们从初学练的时候，一定要想办法让你的喉头稳定住。你不稳定住，就是永远是这样。更好的是探下来，能够整个全身唱永远都在气上搭着，这样它不用声带。我让你体会一个感觉哈，你看有搬钢琴啊，有推墙啊，你来那个推我的手，你看你还是唱你唱推我。不是，就是推我，推手你推不过怎么办？韩老师在后面隔山打牛，降龙18掌啊！对你师叔给你功力，你师叔给你功力。使劲，哎，使劲！有了，后面感觉到了，有了，那个力气这么神奇，很明显，它根儿往下扎了一点。持久去练，就慢慢就能够找到那种肌肉的状态。前面2下都非常有效了哈，我教给你一个薛师叔。哎，怎么回事呢？打哈欠之后，他很容易靠后会，这叫有点倒了。不行了，没声音了，成这样了。这个时候我就要用3个字儿，哎呦喂，哎呦喂。看着啊，看远一点，喊那人，那时候比如说那是你二姑啊，二姑啊，喊的，哎。来叫你赵二姑，二姑，你赵二姑，不是啊，这哈欠，哎，来走，来往下喊，老远了，有，有后面有阵容，很容易，哎，真的可以，有那种感觉了，好神奇，真的可以啊！3位这个年轻的男高音歌唱家呢，有了非常非常棒的事业，也都有幸福美满的家庭啊！今天太太团也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掌声有请3位太太。好漂亮啊！今夜还吹着风，想起你好温柔，有你的日子分外的轻松，也不是无影踪，只是想你太浓，怎么会无时无刻把你梦？爱的路上有你，我有多寂寞，你对我那么的好，这次真的不同，也许我应该好好把你拥有，就像你一直为我守候，亲爱的人，亲密的爱人，谢谢你这么长的时间陪着我，亲爱的人，亲密的爱人，这是我一生中最兴奋的时刻。太美了！从观众看到3位优雅的女士上场的时候的反应，我们可以从你们的欢呼赞叹声当中得出一个结论：3位丈夫好像都配不上自己的太太。前面的几个小女孩一看就，哇，好漂亮，可以成团了，出道，天天向上出道了。在表演的时候，他们还互相呼应，画面太甜美了，还有舞台表演经验呢。
我在中间赶紧绕走，我不该出现在这个画面里面。真的，我都不知道你们3个人是怎么就把人家追到手的。来，首先从那个月开始。大家好，我是薛浩莹的太太刘月，现在是中国音乐学院的一名老师。刘老师，我是原来是一位前辈的生日宴，在04年。先认识的是后来的丈母娘。丈母娘啊。但是那个时候呢，因为丈母娘本来也是长得很年轻，所以说我就一直管她叫大姐。这是小舅舅。对，就真的是最开始真的是这样，是叫舅舅。后来发现哇，女儿真不错。表达的很直白，完了后来就叫妈了，先打入了内部，从小舅舅直接变成老公。大家好，我是张英席的太太郭飞，然后呢，我是一名钢琴老师，同时也是一名母婴博主。母婴博主，我俩呢是因为朋友圈的一张照片。他的老师是我好朋友，对，发了一张照片，哎，我就逗他，我说哟，我说这个女孩有男朋友没有？他老师跟我很熟嘛，哎，你要是喜欢太好了，我给你介绍介绍。然后我就半开玩笑，我说那行啊，那我让我们见个面吧。结果他老师还真就这么做了，所以那我骑虎难下，我说那见见。骑虎难下，我说那见见。还骑虎难下，还骑这不是。不是，也这是我不是。对，我们今天听到了新版本的。我一开始是以为这事儿不可能，因为人家这形象也很好啊，而且很年轻，我一想就是开个玩笑，没想到他真安排了，我是这个意思。结果后来见了以后，就是互相也都挺喜欢的。很神奇的是，那张照片是一群人哦，很多人。一群人那肯定就是喜欢上你了呗。看到你了，求生欲很强，保命啊！这个心机有点心机。你看啊，这个呢以前叫丈母娘叫大姐，这个呢是他老师的好朋友，按理说也是低了一辈儿，都差辈儿呢，都差着辈儿呢，我们是同辈的，我们没有差辈。大家好，我是韩鹏的太太女高音赵丽丽。现在是上海师范大学音乐学院的一名声乐教师，全都是老师啊。因为我也是一位女高音，所以我们是在一次音乐会当中认识的。当时我是在台上彩排，他在观众席，那是我们见的第一面。因为我这个在底下看，我觉得哎呦，这个女高音好像不错。你是说唱的不错，还是长得不错？都不错。据他后来说呢，他说他看到我的第一眼就认为，这个将来就是我媳妇儿。我也是，你也是啊？我当时更是，我是。因为我太太跟我们3个人都合作过在舞台上，但是只有韩鹏成功了。不好意思啊，实力的展示。我没说啊，我可没说。哎呀，月儿，言多必失，你稍微冷静，冷静。控制。你们3个可以到德云社去报。我们特别谢谢太太团惊喜助阵啊，谢谢。那今天呢，其实呢还有3组唱场嘉宾，他们带了自己的中国故事，向3位发出合作邀约，共同来唱响青春的旋律。好，接下来我们这个环节要抽盲盒了，3位从哆来咪的3个礼盒当中呢任意选择一个，作为你的合作搭档，里面会有他的信息，依次揭晓。最终呢，每组搭档需要即兴完成一个合作唱一响秀。来吧，那我就近了，就近这个。好吧。哎，那3位老师就依次给大家揭晓。拉力，我这个应该怎样？快乐拉户。你那个呢？是野风的世界之旅。好，我们首先来揭晓即将跟韩鹏老师合作的唱响嘉宾，掌声有请。1 2 1 2 3 4。
轰哒哒。来哩噜来哩哩来哩噜来哩哩来哩噜来哩噜来哩哩来哩哩，哟噜来哩哩呀噜来哩哩呀噜来哩哩，哦噜来哩噜来哩哩来哩噜来哩哩来哩噜来哩噜来哩哩来哩哩，哟噜来哩哩呀噜来哩哩啦哩，呀噜来哩咯来哩咯哩来哩，哦噜来哩哦，啦噜来哩哩哦噜来噜哩哩哦噜来哩哩，哦来哩咯来哩咯哩来哩，哦噜来哩哦，呀噜来哩哩哦噜来来噜哩哩哦噜来来哩。今日同饮庆功酒，壮志未酬誓不休，来日方长显身手，干洒热血写春秋。真的感觉在世界环游，刚才一下。好听好听，真棒，人声哎，太厉害了！我们欢迎阿卡贝拉组合节奏部落的几位老师，欢迎！来，几位老师跟我们电视机还有现场的年轻的伙伴们先打个招呼。大家好，我是魏晓彤，来自哈尔滨。我们是2010年成立的这个节奏部落组合。我在这个组合里面呢，就担任这个作曲创作和这个编曲的工作。在这个演唱里边呢，我主要是担任这个低音、贝斯，还有这个鼓声部，咚咚咚。咚咚咚，滴滴咚咚，别个咚咚，滴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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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咚。你说这心里的节奏感跟那个音准，我天，好强啊！其实魏团长还是国内阿卡贝拉领域的开拓者啊，90年代魏老师就接触这个了啊。对，我们在90年代的时候成立过一支最早的中国的阿卡贝拉，名字叫做 MAC， 当时的那个袁娅维也在这个我们的这个组合里。哦，很早，很早。娅维也在。97年、98年的时候。哇，那很早了，非常早。来，其他几位老师。大家好，我叫徐翔，山东人。我呢主要在阿卡贝拉里面呢负责演唱美声歌剧的主唱。和伴唱当中的男高音声部，比较擅长演唱的这个中高音声部的乐器效果啊，比如说二胡啊、钢琴啊、中提琴、圆号。对啊，你比如说自带乐器在身体内哇。大家好，我叫宋美乔，是来自于内蒙古呼伦贝尔，我是达斡尔族。我在节奏部落里面呢，负责民族类、戏曲类的一些主唱。比较擅长民乐类的，像竹笛、铜管类的小号。其实美乔老师啊，还是一位非常出色的音乐剧编剧。我们团队的很多作品都是由美乔老师来作词。胡老师，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叫胡一中，我是武汉人，在节奏部落当中呢，担当这个男中音的声部，主要负责一些音乐剧作品的演唱，包括模仿一些这个中低音的乐器，例如这个长号。哇哦！大家好，我叫任玉，山东人，就读于中国戏曲学院京剧表演系，主攻花旦。然后在我们团队里呢，担任的是京剧主唱和女中音部分，擅长演绎是京剧武场类型的乐器。这属于那种文武场面里头的啊。魏老师当时是怎么想着要做这样的一个呢？为什么我会把京剧这种国粹要放到这个阿卡贝拉里面呢？对啊，是因为我在从小还不记事儿的时候，我就学会了一样技能，就是拉京胡。因为我们家我爷爷、我爸爸都会京胡，而且我爷爷是很专业的，专门拉程派。那个陈彦秋先生的。对，他专门是演奏这个。哇！我在会使筷子之前，我就会拉京胡，所以那个拿筷子就像拿弓子一样。所以我就想把这个京剧融到咱们阿卡贝拉里呢，也是为了畅想我们自己的中国的故事。太应该了。你像刚才那个作品，大概要做多长时间？
大家可能都熟悉这个《野蜂飞舞》这个曲子啊，对，它本身就是一个乐器都非常难的，对，何况我们变成人声来演唱，然后还更难的就是说呢，我们还走了4个地方，就等于说把这个野蜂它在世界上的一个环游嘛。第一个我们去了非洲啊，第2是印度，第3是阿尔卑斯山，第4我们回到中国啊。我们得掌握它那个律动，还有它的乐器的特点，比如它那个阿尔卑斯山那个地方，它盛产一种约德尔调，那很难。咱们先别说那个真假声，就是你能把这句呀噜噜一溜噜来来噜噜一溜噜来啊，你这个口条还得说过来啊，你先能把它说过来，咱们再唱。还要加速。我刚刚从老师们谈话当中能感觉到，他们每个人对于乐器的感知力和我们是不一样的。我们就听个响，他们要把那个每一个乐器的特点全部给采集出来。所以你们能不能在这儿给我们一起来演示一下你们平时来收集的这些音乐的素材、声音的素材？可以，我们简单的来几个小串烧，准是大家耳熟能详。好，太好了，好。刚才这个琵琶一出来的时候，薛老师从小那个童子功对吧？同样是嘴韩歌，我怀疑我的是基础款的，我觉得构造不一样啊。这个4位能不能够加入教一教这4位年轻的朋友？好想是不是？是，我也想给我的嘴升个级。没问题。那我们就来刚才这个《西游记》怎么样？孙老师教一教。先讲一下方法啊。我们分3个声部，高声部的同学一会儿关注啊。然后呢是中音声部，然后小童老师这边是低音声部。那我们3位老师也一起加入进来，好不好？一起来玩，一起来玩啊！我们高音声部就简单了，8拍之后就跟着我一起唱旋律。行。这你记住了吧？记住了吧？我们中声部的这个队伍非常庞大，我们特别简单，我们中声部在第5个小节就出来了，木鱼就。好，咱们的这个低声声部是很重要的，它是一个底啊，咱们就记一个结构啊。好，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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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唱4遍，然后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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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稍微有变化，还唱4遍啊，4遍，然后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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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稍微有变化，变成3遍，哎，然后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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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遍。 3遍啊，3遍，3遍都是3遍，4遍4遍3遍3遍，然后梆梆梆梆梆收，哎，收到梆梆梆梆上，哎，你们猜我记住了吗？你猜我记住了吗？好记忆力啊！好像我一个人掉坑里了吗？这不是？对，来准备，我们要不要试一下？直接来吧！万一成功了呢？对，不怕1万就怕万一。来了啊！好，听我的。好，来，
，One Two Three Go， 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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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蛮难的，我这个一直发的蛮真可以，怎么显得那么简单？魏老师，这都是大师啊，关键这都是大师在台上，那就我刚才特别仔细的听，一点都没有问题，除了几个好好学习弹好像有点捣乱啊，节奏上啊什么的。我们这边舌头都快打结了。我全程是看着这位老师的动势，我才准备了。他一旦我就要唱了，我就赶紧低了我。在他们看来，包括在我们听来，真的是万物皆可阿卡贝拉。所以接下来就不知道我们的韩鹏老师跟我们的节奏部落会一起用音乐来演绎一个什么样的故事。魏老师有什么打算？好的，这样，因为我觉得这一次的合作机会非常难得，我们发挥出我们东方阿卡贝拉的特色。那么我们把这个京剧作为底，然后让韩鹏老师用美声的唱法完成一首美声版的《梨花颂》。喜欢？哇，好期待！来吧，我们一起好好欣赏吧。天生丽质乃自弃，长恨一去千古忆，长恨一去千古思。太好听了！哇，这个好听好听。其实真的觉得几位老师太强了，哇，太厉害！这种节奏，包括这个音准，一系列的，而且要跟你，他其实是跟你是拖着来的，是跟着，对，撑着底下的，对，太棒了！谢谢韩老师跟节奏部落的精彩合作。接下来我们要揭晓的是薛老师和他的唱赏嘉宾，我们掌声有请。天天向上提醒您稍后看点。飞叶彩虹民族童声合唱团就是致力于保护和传承中国的多民族文化。圆圆，你会啥？他那个保持那个笑容的状态，有变过。我会提笑肌。全程团长有2大挚爱，一个是马头琴，还有一个就是自己的主唱。爱情绝对是动力的源泉。一见钟情。来，我爆个料吧。龙母壮骨颗粒，天天向上，待会儿见。龙母壮骨颗粒，天天向上，现在继续。这里是龙母壮骨颗粒冠名播出的《天天向上》，孩子不爱吃饭不长个儿，用龙母壮骨颗粒。
接下来我们要揭晓的是薛老师和他的唱赏嘉宾，我们掌声有请。太棒了！我们这个哈尔乐团，我们是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几位老师。大家好，我叫全胜，我是乐团的创始人，也是马头琴手。我的本职工作还在中央民族大学当老师，业余搞哈雅乐团。谢谢大家。张老师，全胜老师啊，他不单是这个乐团的创始人，同时也是国内首位登上维也纳金色大厅的马头琴的演奏家。嘿，大家好，我是哈雅乐团的主唱，我叫戴青檀娜，和全胜老师是一个学校，我的老师。我是在声乐系学习，我是来自青海的蒙古人。大家好，我是莫热阿勒，是哈雅乐团的冬不拉手，我毕业于中央民族大学冬不拉专业，然后我是90后，来自新疆哈萨克族。大家好，我是哈雅乐团的吉他手，我叫西博，我也是全胜老师的学生，来自中央民族大学，我的本质是马头琴专业。哇！来，我爆个料吧。这个是我们节奏部落的第1任队员，其中就有他。初始队员。哎，对了，这是我们的节奏部落的第一任呐，陈锡伯就在我们这里。哇，初创队员，他曾经也唱过我们的《打虎上山》哎呦，一说来劲儿了。所以锡伯也是特别好的歌手、演奏家，他还是很好的制作人。谢谢。全胜团长有2大挚爱，一个是马头琴，还有一个就是自己的主唱。问一下全胜团长，为什么是挚爱？您说的意思是我有2个爱好，你选哪个？你选哪个？一个是全胜老师手都要掐出血来了，怎么回答？哇！动力的源泉，这是对，爱情绝对是动力的源泉。全胜老师对于马头琴到底有多爱？
我们有的时候如果要出国演出的话，它的那个琴是占一个体积的，就一定要托运。但是我们知道它的那个木质和它的就是没有办法托运，一震的话它会损坏。那全胜老师就会专门买一张机票，就是放在他旁边，就是陪着他的琴一起在坐飞机，然后我会坐在他前面，然后回过头看他和他马头琴在一起。对。我记得那会儿我参加一个交响音乐会啊，对，在后台见到他的时候，他那个时候头发在这里，然后手里拿着谱子，在那个音乐厅的后台那个走廊里很优雅的在看谱子。我其实那个时候并不知道我们是一个学校，他是老师哦，就会有一种这个人看上去有点不一样，有范儿啊。然后后来一次偶然的经历吧。我就帮他去写他当时在哈雅乐团刚成立初期做的那个《狼图腾》的我再给你听我做的首张专辑，那时候很多人都不太理解，也觉得你这种音乐有人听吗？然后有一次给他听的时候，他说啊，这个音乐做得太棒了，这个就是我特别喜欢的那种音乐形式。我说我现在还不知道怎么表达这个感觉呢。他说我帮你写一段话，你看这样行吗？他说，当清晨的第一缕曙光亲吻大地的时候，这个万物繁衍生息的家园应该是一片和谐的绿洲。当我们闭上眼睛去看心灵的时候，它也应该同样的美丽。可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它同这个世界走向了荒漠，呵护家园，呵护我们的心灵。然后我觉得他太懂我了，哇，记到现在，哇。对，然后没想到他会记下来。其实他的每一首歌我都写了很多的注解，就是我把我对音乐的爱，对给哈雅乐团做的这个音乐的那种理解，全部都融入到我的文字里面。全胜老师第一次听到这个他那的歌唱当中的这个声音的时候，会不会觉得跟自己的作品非常非常的契合？因为他声音很空灵嘛，很辽阔明亮嘛。有一次他唱了一个雕花的马鞍，你还记得？然后用那个他本来是民族的声音，用方法，在我很小很小的时候，很小的时候，然后我就这样。我说人呐，这辈子不一定要唱歌，其实写东西也挺好的。开始劝他了啊。但是就是有一次半夜我们在录音棚里就找没事那种感觉，录完音，噌噌噌，噌噌噌，鲜花在盛开。对，就是这两句，月光下鲜花盛开，故事在风中流淌。然后我说，哎，你为什么不用这样的方式去唱歌呢？我说特别好听。你帮他找到了这种表达，但是他有点害羞，我不好意思。就是他把我很夸张，没有那么，我长成这么漂亮，我没有多难看。你绝对是这种说的。全胜老师每次模仿的时候都特别到位。那接下来呢，就是合作唱响环节了。哈雅乐团今天将跟我们的薛老师共同唱响什么样的故事呢？我们掌声有请。
哇，鸡皮疙瘩都起来了。哇，这个好高级啊，这个太好了。刚才我跟韩老师还在说，两个平行世界里面的两个这种声音就是对上了，很好听。其实音乐不分民族的还是欧洲的还是亚洲的，我喜欢一个宇航员说的话：当我们从太空去看这个我们人类的地球的时候，那是我们全人类共有的家园。对，音乐是说民族的世界是，但怎么样把民族的变成世界的，是我们哈雅乐团一直思考的一个问题。非常非常棒，我们再次用掌声谢谢我们的哈乐队以及我们的薛老师，谢谢谢谢。最后我们来揭晓一下即将和张英喜老师合作的唱响嘉宾，有请。哪儿淘到这么多宝贝小朋友啊？来，我们有请团长吧。大家好，我是王芳，是飞跃彩虹多民族童声合唱团的团长。我是湖南湘乡人。人家湘乡的。湘乡的。祝大家新年快乐，恭喜发财。哇，王老师当时是怎么想做这样的一个团？因为王老师当年啊是湖南的文科状元，16岁
进入这个北大中文系，但是怎么就带上孩子们一起来唱歌了呢？我最热爱的就是自由和文艺。我是中文系的，但是我喜欢唱歌。2011年的时候啊，我就接触到了飞跃彩虹多民族文化保护传承这个公益项目，我当志愿者。当时我就已经被边疆的这些孩子的绚丽的美、纯真的这种感觉，真的深深的震撼和吸引。所以在13年的时候，刚好我们这是一个公益慈善基金会，它缺秘书长，于是我就加入了，把山里的孩子带到大城市来唱给大家听。我们到现在为止啊，在全国11个省和自治区成立了40支民族童声合唱团。到2018年那一年，我们就在深圳成立了一个试验团。所以我就自然而然就成了王团长。王团长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从服装上来看一下啊。你看那个黄衣服的小男孩，我看见了，他一直在假笑。他那个保持那个笑容的状态。从我上台到现在，他的表情没有变过。来，你看脚步在移动，笑肌一动不动，眼睛在动，笑肌不动的啊。自我介绍一下。 안녕하세요. 저는 강정원입니다. 你从哪里来？我来自吉林市。你今年几岁？我今年9岁。好可爱。好，回到你的位置上去。好，我们来考考三位老师。傣族。答对了。来，自我介绍一下。苏州百里，来自康乡。大家好，我叫玉康香，也叫毕佳玉。毕佳玉，哇，好漂亮的小朋友。我们看看还有，哎，来，格西梅朵，壮族，不对，彝族，不对，纳西。漂亮，纳西，来自我介绍一下。大家好，我叫格西梅朵，今年12岁，是纳西族，从2018年进入的飞跃彩虹。当时是因为一个什么样的契机，就跟着这个王芳团长？当时是因为我的爸爸偶然听到了这个消息，然后刚好我也是少数民族，然后他就想让我来尝试一下，然后结果一尝试就尝试到现在了。哦，这个尝试的时间很长啊，长时间的试一试。我第一次学纳西族语的歌曲也是在合唱团学会的。哦，那你能不能给我们来唱几句？啊，可以。阿里格里，阿里格里，哎喂，哩哩呀个花花塞，花花塞。哎喂啊，哩哩呀个花花塞，花花塞。哎，好，花花塞，花花塞。来，那个江成员的笑肌还是没有掉下来啊，各位。不眨眼的，太狠了！你看眼珠能动。这些孩子们会唱多少个少数民族的歌曲？分两说哈，我们边疆的孩子，嗯，他们呢以唱自己本民族的歌为主体，但是他们是能歌善舞。嗯，深圳团的孩子啊，他们会唱将近10个中国少数民族的民族母语的歌曲。哇，10个少数民族，大家大概想听哪几个？我们点一下，看能不能够点到他们会唱的。韩哥，我比较想听傣族。傣族小 case。会唱傣歌的同学举手。哇，这么多！那个江成员是负责提笑肌的，嗯。哎呀，好，傣族还有2个机会啊。蒙古族，会蒙古族歌曲的再举一次手。江成员同学依然没有举手。哎呀，这太可爱了。现在啊，出一个难题。大家一定要点到江成员不会唱的一个民族的歌。
藏族，藏族。哎呀，韩哥，天天向上提醒您稍后看点。好复杂啊！圆圆，你会啥？江成元小朋友，接下来是你自己单独 solo 的时间，你唱什么？好欣慰，绝对是男高音，脑袋大脖子粗嘛。龙母壮骨颗粒，天天向上，待会儿见。龙母壮骨颗粒，天天向上，现在继续。这里是龙母壮骨颗粒冠名播出的《天天向上》，孩子不爱吃饭不长个儿，用龙母壮骨颗粒。10个少数民族，大家大概想听哪几个？我们点一下，看能不能够点到他们会唱的。韩哥，我比较想听傣族。傣族小 case， 会唱傣歌的同学举手。哇，这么多！那个江成元是负责提校机的，哎呀，阿卡拉，预备，起。好复杂啊！好，傣族还有2个机会啊！蒙古族，会蒙古族歌曲的再举一次手。江成元同学依然没有举手。哎呀，太可爱了！现在啊，出一个难题，大家一定要点到江成元不会唱的一个民族的歌。藏族，藏族。哎呀，韩哥，你的愿望好像很灵。什么鬼？怎么回事？怎么回事？点了3个都不会唱，是他的问题还是我们的问题？我们给江成元单独表演的机会。所有的情绪都已经被吊起来了。江成元小朋友，接下来是你自己单独 solo 的时间，你唱什么？阿里郎。全团会唱阿里郎的小朋友，请举手。哎呀，哇，我们终于看到你那一只手了，好欣慰，是我们的错。我们要先点这个朝鲜族的歌曲。嗓子很干净，绝对是男高音，脑袋大脖子粗嘛。什么人家脑袋大脖子粗呢？标准的男高音。王团长，您到大山里面去跟这些孩子们在一起，自己的孩子会不会带过去跟他们有交流？我是经常带着我的孩子到边疆地区去走，像我的女儿比较的内向，所以她不太说话，她总是观察。但是有一年，我就带她上到了帕米尔高原。那里有塔吉克族，下课的时候，我们的塔吉克小朋友啊，全班的人那种热情啊，围着他呼一下，就像火一样，把它燃起来。哎，你叫什么名字？你需不需要喝水呀？哎，
呀，让我来帮助你。我们少数民族的小朋友表达他就是那种发自内心的那种真诚，直接真诚，很快他就融入到了集体，打开了。然后回到深圳以后，他会把这种东西去传播，特别的愿意去帮助别人。哇，太好了，真的是。孩子们现在除了学习唱歌之外，他们的学习团长也要关心。唱歌啊，对于边疆的孩子来讲，他有意想不到的成长和收获。因为歌声把他们带到了大城市的舞台上，他开阔了视野，增长了见识，然后还交到了非常多的好朋友。那么他是带着这样一种新的力量回到他的家乡，这种力量是促进他更加努力的去学习。太棒了啊！小朋友们今天非常非常棒。那接下来呢，就到了我们这个合作唱响环节了。今天呢，我们的张英习叔叔将会跟你们一起来合作，他们将会共同唱响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让我们一起来期待。非常感谢张英习老师跟可爱的这个飞跃彩虹合唱团带来的精彩的表演。当然，我们也要感谢所有的艺术家来到我们天天向上做客我们2022年的第一期节目。3个合作啊，第一个合作呢，听出了冲动，因为你自己很想加入阿卡贝拉。第二个呢，听出了这种激动，薛老师的托萨伊迪雷跟全胜老师这个音乐那么契合。然后张英习老师这里听出了感动，眼泪都快听出来了，多可爱的孩子啊，非常非常的纯。
因为这美妙的声音唱响了我们伟大祖国960万平方公里土地上每一个民族、每一个不同年龄阶层，所以真的感谢我们场上每一位了不起的艺术家，每一位可爱的孩子，用你们的声音唱响着了不起的中国的故事以及中国的现在与未来。龙母壮骨颗粒，天天向上，待会儿见。龙母壮骨颗粒，天天向上，现在继续。这里是龙母壮骨颗粒冠名播出的《天天向上》，孩子不爱吃饭不长个儿，用龙母壮骨颗粒。天天向上提醒您下期看点。欢迎大家来到2022潮音盛宴，让我们的血脉躁动起来！松动客家摇滚乐队9连真人。江浙沪包邮说唱团，清澈的乡音，湖南的宝藏，丝丝雨凡。嘎怂弹琴的这个拨片，银行卡。好，我说你为什么要用银行卡？音乐一来，钱就来了。把所有的家法都给我上，上家法了。怕婆娘，真的怕婆娘，真怕，真怕。妈妈豆豆豆豆期待。好可爱的一首歌哦，是我们之前的一个长的丝弦。你是不是胆子就这么大？之前都是思思在说话，下完节目就会跟思思打电话，刚好的是2个人一个乐队的，我一个人来的，我恨死你了，我们分手。从今天开始，思思是饭是饭。还有呢，这里是来自江浙沪的没有，抢活儿呢？怎么？什么情况？在乡下听有些老艺人在唱一些传统客家山歌，才有了后面这《莫欺少年穷》这首歌。用我们中国人的方式玩中国人的音乐，好听！再次感谢独家冠名商龙母壮骨颗粒。孩子不爱吃饭不长个，就用龙母壮骨颗粒，对节目的大力支持。再次谢谢各位，掌声送给你们，谢谢。也感谢各位收看本期的《天天向上》，下周日晚10点，我们不见不散。万年流过我家门前，我曾